1961、1981、1997，这些数字在年历上离我们越来越远。他的孙辈正慢慢长大，他的官夫已经和他婚姻中的第3人再婚。常识告诉我们，那些久远的岁月已被封存于课本史料和雕像，但戴安娜这个名字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想象力。20世纪末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她的故事是古老的，是现代的，是永恒的。她已被符号化，超越了现实个体，但她又是那么有血有肉。她的经历和感受在人群中继续共鸣着，她为公益和弱势群体奉献的爱也继续影响着后人。而贪婪肆虐的媒体在当代更是以无以复加的影响力蔓延于生活的每个角落。曾走过那个时代的你们，那时还未出生的你们，让我们一起走进戴安娜的人生，这个随着岁月流动不断自我更新的关于人性的故事。哈瑞王子在一次纪念母亲的采访中说道，我的母亲戴安娜是一个平凡的女孩。在之后片刻的停顿中，她可能意识到了母亲的贵族身世，但相对于处在尘世逻辑和价值之外的皇室，她说的或许没错。1961年7月1日，戴安娜 Frances Spencer 出生在与女皇桑德林汉宫仅有1墙之隔的 Park House 庄园。约翰·斯班瑟伯爵和他的第1任妻子 Frances 的女儿，源自15世纪的英国显赫贵族 Spencer 家族，与皇室的关系密切，并诞生了包括丘吉尔在内的多位英国甚至世界史上举足轻重的名流。戴安娜的童年大部分时间与弟弟在庄园农场度过。8岁时，她的父母经长期的争端后离婚。戴安娜曾回忆道，儿时我亲眼见过父亲扇了母亲耳光，让我深受刺激。戴安娜在父母离异后随母亲住在伦敦，在1年的争斗后，父亲赢得了监护权，戴安娜搬进了父亲的祖屋。当她的父亲后来继承了斯班瑟伯爵的头衔后，戴安娜有了 Lady 的尊称。1976年，她的父亲再婚。有趣的是，继母的母亲正是戴安娜儿时最爱的流行小说家芭芭拉·卡特兰。卡特兰的浪漫历史题材小说给了儿时的戴安娜构建了一个离现实甚远、虚幻的浪漫观。戴安娜和姐弟们与继母的关系非常差，长期冷战，甚至在一次争斗中将继母推下楼梯。戴安娜的一生都致力于找回她不曾有过的家庭的幸福。一个破碎的家庭从小给她的精神上种下了不安感，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安感也在她的体内不断滋长。虽然戴安娜在儿时以羞涩著称，但她也有调皮和人见人爱的一面，对舞蹈尤为感兴趣。她的踢踏舞步常常在 Park House 大厅回响。戴安娜从小就在学校以她的亲和力很受欢迎，但在学业上并不出色。中学在女子寄宿学校仍没有改观，曾2次高中考试不及格。对于未来的理想，戴安娜曾对父亲说，我知道我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前途，虽然不知路向何方。在姐姐的婚礼上，她曾开玩笑说，我的婚礼将在 Westminster 大教堂举行。1978年，戴安娜的母亲为她买了一套位于 Earlscourt 的公寓，作为她18岁的生日礼物。之后，戴安娜尝试过各种零散的工作，包括舞蹈教师、清洁工、保姆、聚会主持。之后，在 Young England School 幼儿园担任助理教师。戴安娜曾说过，在伦敦的那段日子是我最幸福的时光。大约在1977年的冬天，16岁的戴安娜正式认识了当时正和她的姐姐莎拉约会的她未来的丈夫29岁的王子查尔斯。查尔斯回忆道，
我当时想的是，这是一个多么快乐、有趣、充满生命力的16岁女孩啊！1980年夏天，戴安娜和查尔斯同时被戴安娜的姐姐的朋友邀请在乡村共度周末。30岁出头的查尔斯王子面临着来自王室越来越大的结婚压力，他对戴安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邀请她去皇家游艇共度航海周末。1980年11月，他受邀前往巴莫罗城堡，与皇家共度时光。女皇菲利普亲王和皇太后都对这个操着蹩脚皇室礼仪、害羞的美丽小女孩表示了认可。戴安娜正式成为了王子的女友。1981年2月6日，查尔斯王子在温莎堡向戴安娜求婚成功，3周后向世人公布。戴安娜选择了一枚大蓝宝石订婚戒指，搭配着14颗钻石。戴安娜曾回忆说，订婚前她只和查尔斯见过13次面。订婚后，戴安娜辞去了幼儿园的工作，搬到了皇太后的克拉伦斯王府住了一段，之后搬入了白金汉宫，直到婚礼。70年代末，英国萧条的经济、混乱的社会、撒切尔带来的政治巨变和这动荡中不安的群体意识，仿佛都被这个从天而降的童话公主带入了乐观物质主义的80年代。英国社会当时对爱欲和乐观主义的缺失，仿佛都被填补了。1981年7月29日，20岁的戴安娜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嫁给了查尔斯王子。教堂内3000皇族贵宾、政界要人，60多万人站在街道两旁，一睹戴安娜王妃的风采。全球有7.5亿电视观众，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受关注的现场直播活动，超过了女皇登基、人类登月。或许童话婚礼、世纪婚礼这些词早已被滥用，那么这些画面便是它们真正的意义。金色的马车、童话般的婚纱、雄伟的大教堂举行的美丽的仪式、面红羞涩的新娘、骄傲的王子，符合了童话中所有的条件。在那一刻，全英国也爱上了这个仿佛不该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妃。戴安娜10年后回忆当时的心情说：“我当时认为我是世上最幸运的女孩，我不顾一切地爱着她，想让这段婚姻圆满，和她分享一切。” Take thee, Charles Bennett, Arthur George. To my wedded husband. To my wedded husband. 婚礼后，这对夫妇在康辛顿宫安家。1981年11月5日，公主第一次怀孕的消息被正式公布。The next royal heir will be a boy. 1982年6月21日，威廉王子，未来的国王出生了。带着襁褓中的威廉王子，戴安娜踏上她第一次的重要皇室巡游——澳洲之旅。此时最光彩照人的戴安娜王妃，用她天生的亲和力和魅力征服了世界。她将皇室和民众的距离前所未有地拉近了，与民众亲切握手对话，拥抱儿童，在病榻上与病人谈心。他让城市化的皇室出访变成了流行明星演唱会般的热烈场面，瞬间为皇室开创了新纪元。戴安娜标志性害羞腼腆的温柔气质和她那仿佛能道出心声的极具穿透力、表现力的蓝宝石般的大眼睛，形成了她的独特魅力。她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受欢迎的人，在千万的人群中，亦或在屏幕上，都能磁石般地迅速成为所有目光的焦点。这也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她极具冲击力的美，非凡的气质，加上她对时尚的敏感，使她成为了设计师的缪斯和不朽的传奇时尚偶像。
此时的戴安娜成为了世上最受欢迎的人，但随之而来的是，她也成为了最受媒体关注的人。在每个角落无时不刻被紧随的生活，开始给她带来了无法卸下的沉重压力。而长达1个月的重要公关旅程，对带着婴儿威廉王子的戴安娜的身心是一次历练。同时，他和查尔斯性格及处事方式的不同，以及王子意识到被王妃光彩掩盖后的不安和妒忌，也在此时开始显现。次子哈瑞王子在2年后的9月15日出生。戴安娜曾笑称是他把斯班瑟家族的基因引入了皇室，生出了2个这么漂亮的儿子。儿时的威廉就有着踏实的性格，为人恭敬，有大局观。另一方面，哈瑞继承了斯班瑟家姜红色头发和他妈妈的活泼和淘气。戴安娜希望她的孩子们能有比以往皇室孩子更丰富的经历。她带他们去迪士尼乐园、麦当劳，一起探望病人和无家可归者，和他们一起玩电子游戏、看电视剧。在所有其他争议之外，这点是被公认的。戴安娜是一个忠诚、富有想象力、爱表达感情的母亲。她在孩子们的问题上常常很固执，很少顺从王子和皇室。她选择了孩子们的名字，亲自选择保姆，挑选学校和他们的服装，安排郊游活动，并亲自送他们去学校。戴安娜打破了作为皇室母亲的常规。皇室管家曾说过，你们要记住的是，威廉和哈瑞基本上都是戴安娜的儿子。是的，当然还有查尔斯，但查尔斯不在他们身边，而戴安娜总是在那里。她给他们喂食、换尿布、洗澡，给他们读睡前故事，把他们从学校接回来。而查尔斯没有。戴安娜把她的希望、她的梦想和她的理想灌输给了2个男孩，而她最喜欢的就是和她的2个儿子依偎在一起看电视、看游戏节目和肥皂剧。儿子们是她世界的中心。一夜间成为公众人物，落差是巨大的。Whatever in love means. 这个婚姻中的第3人，卡米拉。Mrs. Buggerbills is a great friend of mine. 戴安娜唯一一次正面与卡米拉对峙，王子和王妃的婚姻破裂了。我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我是一个人道主义人物。此时的戴安娜渐渐化身成了一个符号，一个新时代似乎即将来到。她重新打造了自己，命运的齿轮转到了1997年。She was the people's princess. 独特、复杂、非凡而不可替代的戴安娜。